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内部消息，004型航母动力系统定了，这一技术用上美军再不敢嚣张。美军间谍卫星拍下这一证据，中国太疯狂了。美国航母发达之处在于强大的排水量，最强的福特级排水量是12万吨，最深吃水超过12米，整个舰体的宽度超过41米，长度达到340米。美国目前已经拥有全球最大的11艘航母，但它还不满足。2020年美国军事预算已经出来，达到惊人的7200亿美元，新增加的费用超过800亿美元。美军表示希望再次增加2艘福特级航母采购，如果按这种速度生产，2025年美国就有13艘超级航母服役。这么强大的数字，其他国家当然非常羡慕。不过最近美国媒体披露一则消息，让美军开始紧张起来。美国航母刚到港口停靠，美军以为能够在这个关键的感恩节来临之际好好享受一下节日的快乐，没想到感恩节却收到这样的消息。美国向来认为自己才是全球最强的航母大国，感恩节却获知中船重工的50万吨级船坞已经交付第一艘35万级别的商用船只。任何一个国家航母建设平台都离不开大型船坞，建设一艘6万吨级别的航母需要12万吨的船坞做辅助。那中国这个35万吨的船坞能建设多大的航母呢？中国的004型航母排水会是多少呢？美国媒体推算002号航母排水量为7万吨，这艘航母已经完成海试，如果海试时间被压缩在2年之内，中国003号航母2022年那就能海试。而此时把35万吨的船坞秀出来，说明中国的随时会建设10万吨级别的004号航母，甚至最大排水量会超过17万吨。这个排水量已经完全超过福特级5万吨，福特级会成为小弟航母。那我国是否有实力建设17万吨级航母呢？中船重工建设最大的油轮是35万吨，用时3年。目前已经有很多国家表示要申请采购我国35万吨油轮，能够建设油轮不一定能够建设17万吨的航母。如果没有先进的航电设备和先进的动力系统，那等于是做梦。不过我国已经掌握这2项最核心的技术，我国目前已经掌握航母最核心的整合电力系统和雷达技术，从防御角度来看已经没有问题。动力系统方面，我国已经掌握 A5W 反应堆技术，也即是3代半核动力系统，因此我国建设一艘17万吨级004号航母已经没有任何阻力。至于要生产多少艘航母，就看我国的军费安排情况了，也用不着美国操心。虽然建造核动力航母是未来发展所趋，但现阶段以海军小步快跑的装备发展路线，004型大概率也只会是003型的改进版，而且装备是为战略服务的。目前我国海军没有全球部署的需求，同样的预算多造2艘常规动力航母，它不香吗？当然，这里的常规动力指的是常规联合动力，例如柴燃联合交替组合动力，这是当前最为常见的动力方式。顾名思义，就是同时装备柴油机和燃气轮机，两者交替使用。柴油机以经济性见长，燃气轮机以功率密度和单机功率见长。前者适合船舶巡航状态下使用，后者适合船舶高速行驶时提供动力。目前这套组合动力系统已经在我国的052C、052D 2型驱逐舰上得到了应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也采用了这样的动力系统，2台劳斯莱斯 MT30 型燃气轮机，外加2台瓦西兰公司生产的单机功率11兆瓦柴油机，满载状态下可以达到28级的航速。不难看出，燃气轮机作为大型军舰的动力系统是完全可行的。相比燃烧重油的蒸汽锅炉，不仅存在点火启动时间长的弊端，还要配备体积庞大的烟道和烟囱。根据集成化程度高的新型舰岛合理推算，003型航母大概率将会使用燃气轮机作为动力源。舰用燃气轮机是一种先进而复杂的成套动力机械装备，是典型的高新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地位。我国虽然在舰用燃气轮机的发展上起步较晚，但近几年来都得到了阶段性的进展。有信息表明，我国已经自主研发了舰冷循环燃气轮机，与 QC280 相比，单机功率有着显著的提高，在综合性能上不比伊丽莎白女王号的 MT30 型燃气轮机差。至于全电推进，这项技术大概率不会在003型航母上出现。这时有人就要说了，003型航母既然已经装备了电磁弹射器，那为啥还不是全电推进系统？所谓全电推进系统，是指
舰艇主机输出的全部功率都用来发电，之后通过先进的配电系统为全舰各系统分配电力。至于电磁弹射，虽然也要消耗大量电能，但并非一定要全电推进才能带动，它们之间的关系只不过都是需要使用到电能。003型航母想要全电，就必须要配备大功率电机，不过其可靠性至今仍然是个问题，没有经过辅助舰艇的技术验证，是不会贸然用在航母上的。电磁弹射需要用电，但是和全电推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核动力航母亦是如此，在舰用核反应堆方面，我国尚无报道表明相关技术的突破。若像戴高乐号航母那样将核潜艇反应堆搬到航母，虽然现有条件行得通，但实际意义不大，甚至会导致航母战斗力大打折扣。003航母采用的常规动力是最为稳妥的方式，虽然只是常规动力，但是003航母采用了全直通甲板，排水量也大大超过了辽宁山东舰。在最关键的舰载机搭载数量和起降效率上，已经足以媲美美国福特级。回到最开始的议题，鉴于中国海上战略力量起步较晚，台海尚未统一的特殊背景，我们对中国未来10年海洋安全战略所能作用的空间只能集中于亚太地区，尤其是东海和南海。中国航母的现阶段使命不是进行战略部署和武力投送，而是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进行反介入作战。而常规动力航母足够执行这类区域拒止任务。可以预见，003型航母及后续的004型未来仍将会承担着与辽宁舰、山东舰类似的使命，那就是快速形成可靠战斗力，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急情况。不过，对于国产核动力航母，我们也要保持足够的信心。我国船舶工业的跨步式发展，让国产核动力航母的横空出世只剩下时间问题。中国目前的华跃式甲板航母对舰载机的起飞重量产生了限制，这就使得歼15无法满载燃油和弹药起飞，该重型战斗机的优势丧失殆尽。而采用常规蒸汽轮机动力的航母启动时间过长，燃油消耗巨大，可能不到1周就需要补给燃油。如果中国海军计划走向远海，燃油补给会非常的麻烦。核动力系统能够提供充足的电力，不仅能够让航母的电磁弹射器运作得更顺畅，还能够支持未来的激光和电磁炮等高能武器。中国即使是摸着美国过河，也必须一步一步的稳步尝试，任何一个过程都不能出错。其中核动力的水面舰艇更是中国船舶制造系统从来没有进行过尝试的领域。虽然早在2018年，中国船舶工业就已经发动核动力破冰船的概念设计，2019年公开招标核动力实验船平台，但这也意味着在003航母立项之时，中国并没有完善可靠的大型水面舰艇核动力相关技术实验底子。如果此时一味的追求核动力，把003号当作核动力的实验船，仅仅发生 CVN65企业号的那些问题都算是好的，一旦发生跟法国戴高乐号航母一样的动力不足和可靠性问题，就会导致中国第3艘航空母舰战斗力大打折扣，这是国防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重大战略失误。在战略角度上分析，在最近的10年内，中国的海洋国防战略目标依旧是以突破岛链封锁，并在必要时执行山河统一的收尾任务。此时，中国航母的现阶段核心任务并非是进行跨地区的武力投送，而是在第一岛链外围进行有可能出现的反介入作战。这一作战的核心目标是通过远洋舰队和航母编队配合，对从关岛和冲绳地区可能出现的敌人进行拒止作战。如果此时中国的003航母未能形成可靠战斗力，执行反介入作战的航母单位很有可能出现一艘航母面对超量敌人的危险情况。因此003所需要承担的任务与辽宁号和山东号有所不同的是，它必须在建成之初就承担着快速形成战斗力，并能够在紧急状况下快速投送空中载具。003不仅仅是一艘训练中国航母成员的飞行员的训练舰，更是一艘随时能打、必须打赢的必胜舰，因此必须求稳。但是中国的海军建设脚步绝不会停止，未来的中国海军核动力化是历史趋势。可能会让居民失望的是，中国的004航空母舰很有可能还不是一艘核动力航母，而我们梦寐以求的核动力航空母舰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更是船舶工业的一步步的探索前进。不过这一天已不再遥远，003型航母将为解放军第一艘不依靠华跃甲板、具备电磁弹射系统的超级航母。解放军航母战力目前由山东舰和辽宁舰2艘航母组成，配合海空军兵力常态化，虽行岛链远海长航训练，已经加强解放军战场运作能力。003型航母服役后，解放军将具备于第一岛链内对台对美的区域拒止及反介入能力的完备优势。我国航母的何长之争常被军迷讨论，但常规动力航母和核动力航母都可以满足海军需求，并没有巨大差异。
这是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报告的结论。这份报告除了列举核动力航母的种种好处外，也以美军航母为例，指出常规动力航母的优点，有更长的全寿命，部署时间74%，维修时间占26%，而核动力航母维修时间是69%。有紧急需求的时候，常规动力航母更容易从正在维修的状态中拉出，投入服役。常规动力航母的全寿命成本较低，是141亿，核动力航母是222亿，多了57%。因此，有观点认为，考虑到核动力航母较低的在岗率，我国未来应该走常规航母与核动力航母同步发展的道路，不能一味效仿强敌。军迷都喜欢先进的装备，但我国航母建设原则是小步快跑，一步一步来。如果像美国福特级航母的那样，满身黑科技却毛病不断，还不如运用成熟技术建造适合自己需求的航母，这也算是摸着鹰酱过河吧。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